大家好，我是派妹，欢迎来到派学院频道。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赞、订阅，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在 TV 更新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您的鼓励是对派妹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第一个好消息，12月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7次1+6圆桌对话会的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国际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这里开会，然后一起到迎客之前合影。我们这里有WTO 的总干事，世界银行的行长，我们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的总裁。很多派友会说，这次会议和 Pi Network 有关系吗？派妹个人认为，这次会议对 Pi Network 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国际货币组织重要人物公开亮相，就是 Pi 主网倒计时的正式开始。圆桌会议刚刚结束。第二个好消息马上到来，12月8日 ，Pi App 首页更新了。这次主页更新意味着大面积的 KYC 再次开启。我们一起看看这次更新的详细内容是什么？新功能和改进的基础架构。自我们7月份的上次更新以来， Pi Core 团队在 KYC 流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提高 KYC 应用程序的有效性、效率和安全性。2、将 KYC 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先锋，为已提交申请但尚未收到 KYC 结果的真正先驱者提供解决方案。KYC 工作不仅是关于扩展和允许人们通过，而且还要确保实现总体 KYC 目标。真正的先驱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准确安全地通过 KYC， 同时尽可能防止假账户。作为核心团队的优先事项， KYC 对于通过提供可靠和安全的入职培训，来确保网络的内在质量，来培育充满活力的 Pi 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在这次更新中，项目方公布了近期 KYC 重大进展。下面我们将提供有关自上次 KYC 更新以来我们所做工作的更多详细信息，以及帮助先驱者了解预期内容的后续步骤。近期重大进展致力于并部署更好的机器自动化来混淆 ID 文件，改进的算法将能够更好地编辑人们 ID 文件上的私人信息，并减少对人群验证器的暴露，同时仍然允许他们执行他们的工作。这种改进可能并非对所有 Pioneers 都可见，但对于整个 Pioneers 的 KYC 流程来说很重要。创建了一个系统来分析人类验证者的工作质量和统计数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后端无形功能，用于监控和评估人群验证者的表现，并追究他们的责任，同时确保 KYC 结果尽可能准确可靠。重构验证工作选择的主要后端代码，但对于提高验证者工作效率和获得更准确的 KYC 结果很重要，提高了 KYC 应用基础架构的效率，例如减少每个屏幕的加载时间，从而更成功地完成应用程序，改进了允许更多先驱者有资格申请的流程和分析，增加可以申请 KYC 的网络百分比。成功通过 KYC 后，先驱者现在将直接发送到清单，提高处理 Pioneers 更名申诉的能力，提高不同先锋的申请资格和更快获得结果的资格。关于增加符合 KYC 资格的人数，我们本周将部署一项改进，将网络中可以开始 KYC 的先驱者的百分比增加 18%， 如果他们通过电话号码或 Facebook 验证他们的 Pi 账户。另外 13% 的网络将自动有资格申请 KYC。因此，如果您想申请 KYC， 请确保您的账户已通过验证。对未来的一些特定 KYC 目标感到好奇吗？我们将提供一份简短的清单，列出我们在未来几周内为 KYC 流程所做的工作，以便不同情况下的先驱者知道会发生什么。开始，当未完成 KYC 流程的先驱者将在主应用程序中收到挖矿后参与消息，以帮助和提醒他们完成申请。
KYC 人工验证者将能够帮助解决申诉，并在 KYC 流程中解除封锁，解除阻止 56% 的应用程序在 KYC 流程中卡住的先驱者。这不适用于实行特殊暂定 KYC 的地区的先锋，因为他们遵循独立的流程。派妹解读一下，这不适用于实行特殊暂定 KYC 的地区的先锋，因为他们遵循独立的流程，应该是指中华区的先锋们，你们还是属于暂定 KYC 的地区。派妹推测，中华区的大批先锋应该是在主网以后才能统一过 KYC， 所以中华区的先锋们就静等主网后花开吧。下面我们继续看项目方这次更新中 KYC 的后续步骤。我们还在研究可能在2023年初发布的其他功能。1、拒绝上诉功能，允许目前不符合重新提交资格的被拒绝先驱者对其 KYC 结果提出上诉。这意味着，一旦部署了此功能，被拒绝的 KYC 申请人可以提交申诉表，以提供额外信息，以获得另一次重新考虑的机会。2、手写 ID 处理，启用 KYC 流程来处理手写 ID。如果您所在国家地区的身份证件是部分手写的，您的申请可能会被卡在审核中，因此此功能将有助于为受此问题影响的申请人提供便利。Mainnet 当前的封闭网络时期，允许 Pi Network 专注于2个优先事项：大规模 KYC 和生态系统实用程序建设，两者都是实现我们建立可行的生态系统，以为开放主网做好准备的最终目标的重要步骤。